受俄乌冲突的刺激，中美将进入导弹数量竞争阶段。美国从一开始就输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美国和西方几十个国家援助乌克兰，仍然出现了炮弹和导弹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到现在，乌克兰都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弹药供应不足所造成的。所以，俄乌冲突对各个军事大国所带来的直接教训，就是应对大国战争时必须储备足够多的弹药。现在，模拟台海战争成为了五角大楼和华盛顿智库的必修课。数十场台海兵棋推演的结论，专家们几乎一致性地认为，美国无法以足够的速度和规模来供应对华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和弹药。例如 F-35战斗机以远程反舰导弹，所以中美应对台海军事危机的竞争，比的不仅仅是导弹武器的性能，更重要的是导弹的数量。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系列兵棋推演中发现，美国在台海对抗解放军的代价极为惊人。在其中的18场兵推中，美国平均损失484架战机，其中损失最多的一场高达774架。24场兵推都有2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数千名美国军人丧生，这些损失是在战争仅仅14天后评估的。美国人不敢继续再往下推演了。道理很简单，就算推演了14天，都要假设美军拥有1000多枚射程1000公里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而实际上美军只有不足200枚。如果战争时间更长，或者规模扩大至全面战争，美军到后期会因为导弹和战斗机几乎被耗干了，将出现被解放军单方面吊打的情况。这家智库在台海兵棋推演的分析中承认，美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导弹来打一场持久战。美国众院中国问题委员会首任主席加拉戈尔在兵推报告发表现场的演说中指出，美国在1周内用完了几乎所有的精确制导的导弹。我向你保证，中国不会在1周内用完导弹。一旦我们的导弹库存耗尽，美国在空中和海上几乎毫无防御能力，遭受的伤亡将令人不寒而栗。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基于如此惨重的代价，美国最好的选择是使用外交和金融工具来制约中国大陆，这总比与中国开战造成军事上重大损失要好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俄乌冲突给中美两军在弹药储备上的启发是什么呢？首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战争开始后生产足够的弹药，必须提前储备。其次，美军武力介入台海，在弹药储备方面要准备很多年，而且相比中国没有任何优势。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一旦决定武统，就会不惜代价完成目标。美国人想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基于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其后劲儿是美国没法比的，而这个后果也是美国无法承受的。美国未来想通过大幅度增加远程隐身巡航导弹和轰炸机等方式阻止中国发动统一行动，也就是使用弹药储备数量来威慑解放军。但我们为什么说美国与中国比弹药产能从一开始就输了？答案很简单，因为美国的弹药生产不但规模与中国无法比，还能被中国卡脖子。美国是一个工业化水平正在衰退的国家，提升弹药产能需要扩建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还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千难万难的事儿。美国现在1个月才能生产1.4万发1.5毫米口径的炮弹，还不够乌克兰打3天的。到2025年，每个月的产能才提升到4万发，和中国相比完全不够看。另外，美国生产导弹所需要的炸药、推进剂和稀土全部都要从中国进口。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称，美军的弹药和导弹的关键含能材料有98%
源自于中国。真要打起仗来，还能从中国进口吗？想不买中国的原材料，那你的导弹武器得多贵？而且呢，又能从哪里买呢？一旦到那个时候，恐怕美国是用不起、买不到。所以，美军想武力威慑中国是一回事，真能打造出以中国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资格，因为中国可以不受限制的海量生产武器弹药。离开中国的支持，美国原本就很难生产出弹药。美国人还妄想以中国打仗，现在只有美国那些疯狂的政客才想着要以中国打仗，但这样的想法就像气球一样，一针就可以戳破。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